宇宙中的极限速度为什么是光速，而不是其他的速度？光的速度为什么这么特别？还有光子为什么天生就是光速？其他有质量的粒子却要小于光速这是几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狭义相对论中有一个光速极限，说的是所有有质量粒子都不能达到甚至超过光速，只能无限的接近于光速。那你可能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宇宙选择了光速作为这个极限标准？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光速并不是光子的专利，而是无质量粒子天生的属性。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粒子它没有质量，那它的速度就是光速，就是每秒30万公里。那在标准模型中，除了光子以外，还有一个基本粒子没有质量，它就是传递强力的胶子。那么除了光子和胶子以外，其他所有已知的基本粒子都有质量，对吧？那由于光子是我们认识到的第一个无质量粒子，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无质量粒子的速度直接称为光速。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无质量粒子的速度是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而有质量粒子的速度就必须要小于光速。这要说到赋予所有基本粒子质量的希格斯场在1964年的时候，物理学家格拉肖就已经在相同的理论框架下初步的统一了电磁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它俩统称为电弱相互作用。在这个理论中有4个传递力的这个玻色子分别是光子 W 正、W 减和 Z0 玻色子那按照规范对称性的要求，这4个粒子都没有质量。但是我们知道弱力是短程力，所以 WZ 玻色子必须要有质量。还有当时的标准模型也无法解释其他基本粒子，比如夸克和氢子的质量来源。所以物理学家就要找到一种方法给这些粒子赋予质量，这就是希格斯机制的来历它预言了一种充满宇宙的新场的存在。这种场它打破了标准模型的对称性，所以 WZ 玻色子和其他的一些基本粒子就获得了质量。那什么是希格斯场？场这种东西说起来其实比较抽象主要是我们看不见它，但好在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场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磁场、电场和引力场，对吧？比如说一块磁铁在它的周围就产生了磁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磁铁可以隔空吸引铁的东西，这就是场的作用。那我们现在在磁铁的周围撒上一些铁屑这时我们就会看到显示磁场的磁力线，这就说明场这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那电场也是一样的，一个带电粒子经过电场的时候就会受到电场的影响。而引力场是我们感受最深的一种场，虽然我们看不见它，但能感觉到引力场把我们牢牢地按在了地上，这就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场。那希格斯场其实跟上面说的这些场是一样的，只不过希格斯场它更加的基本，并不是某个东西现在产生了希格斯场，而是从大爆炸以后，我们的宇宙空间就充斥着这种场它更像是空间本身的一种内在属性，是天生自带的一种场。正是这种场的存在，那么基本粒子在空间中运动的时候就会和它耦合，产生一种阻力，这种阻力就是所谓的质量了。当然这个阻力也会让这个粒子的速度降低了。如果没有希格斯场，那么所有的粒子都没有质量，那么它们在空间中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前进所以它们的速度都一样，这个速度就是光速，大约每秒30万公里。那问题是为什么是每秒30万公里而不是其他的数字那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答案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宇宙最初的设定，因为这些无质量粒子它在空间中总该是要有一个速度的，对吧？如果是每秒40万公里的话，我们又会问为啥是每秒40万公里所以有些问题它不一定有答案，这是宇宙最初的一个设定，就是这样的那问题是粒子的质量是怎么来的？那么有质量粒子为什么会小于光速可以这样理解，一个粒子的能量有2个部分，一个是它的静止质量，一个是它的运动能量，也就是动能。在宇宙刚诞生的时候，由于温度非常的高，希格斯场还没有被冻结，那这个时候所有的粒子都不和希格斯场发生相互作用，因此这个时候宇宙中所有的粒子都没有质量，唯一具有的就是动能当宇宙冷却以后，一些粒子就会和希格斯场发生耦合，这个时候发生耦合的这些粒子的前进速度就会受阻就像你穿过一个非常拥挤的房间一样，你的速度就会减小。那么这个时候你减小的速度，也就是你减小的动能，就被凝结成了静止质量所以宇宙中所有的粒子都有一个初始动能，或者是初始的速度，这个速度就是光速，这是最初的设定。但是当你和希格斯场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你的动能就降低了，但是能量是守恒的，
那么你降低的动能就被储存成了你的静止质量啊。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宇宙中的极限速度为什么是光速，而不是其他的速度？因为光速就是无质量粒子的速度，无质量粒子它不和希格斯场耦合，所以没有阻力，因此它是宇宙中最快的速度。有质量的粒子它受到了阻力，把一部分动能储存成了静止质量，那么它的动能就降低了，速度就降低了，对吧？好，那这个问题这样的，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